大家好啊！今天呢是我们拍案惊奇的一个特别节目，我邀请了台湾的朋友 Eric 还有 Frank， 给大家呈现一下5月28号台湾青鸟行动在立法院外的一个最新的活动。他们呢活动现场现在有变化，所以呢我们台湾的朋友 Eric 还有 Frank， 他们呢是前往集会现场，在路上走哈。那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就想给大家呈现一下抗议现场的画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因为我们从很多电视台的直播呀，看到的是舞台的景象。那其实呢，没有到现场的朋友，也许很关心现场的很多这些抗议者，他们每个人的表现是什么，他们举的标语是什么，他们每个人的心声有哪些。那么我们伴随着艾瑞克还有 Frank 的镜头呢，就一起看一下。同时呢，如果幸运的话，遇到有可以采访的人呢，我们也可以现场问一下他们参与活动的感受。那艾瑞克你好啊，大宇你好，大宇你好，Frank 你好啊，Frank 他可能在拿着相机，不一定能听到我讲话。哎 ，Frank 你好，对，那现在你们在什么位置啊？我们在忠孝东路往中山南路口的方向，然后往左走就是上一次5月24号的最多人的地方。哦，现在就是但是因为他今天把那个舞台区换了一个位置到济南路，我们先到中山南路那里，应该是人最多的地方。好的，好的，好的。对对对。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人潮往那边走了。对对对。好像刚才对，好，刚才路边已经有人开始在，就是进行抗议活动。那他们不是在主会场，他们在那边是发什么东西吗？是基隆人，因为他们现在有好几个地方都是会要罢免当区的立委，所以刚刚那一小撮人是那个就是基隆人，和平抗争，不冲不冲。对，是一个小女生。看到她的标语，对对对，很有意思。是一个小女生，就自己一个人拿着标语。他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就是很冲动的就往立法院里冲哈。对对对，现在在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路口，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那里是监察院。哦，监察院在这里，对对对。其实这次立法院扩权，他把一部分监察院的职能都给包括进去了。你这里可以看到，应该人是越来越多，有没有看到？对对对，这是中山南路了吧？对，这个就是忠孝东路跟中山南路口了。哦，真的是人是越来越多。那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哦，这边你看这一家台湾民主未来哦，一家人，台湾民主未来，公民继续捍卫啊！这个小朋友好可爱，跟那个小女生。我7岁，我知道要讨论才是民主。不好意思哈，对的，好可爱啊！对呀，很漂亮的小女生。这沿路呢，大家就没有讨论滥用职权。抗议的标语越来越多。是。这里已经看到已经有哇！你看你有没有看？你看到？哎呦，辛苦您了，还得举着相机啊，辛苦。对。然后那个往前那边有，哇！你看这边有人在发台湾独立的旗子啊，有没有？台独不同的政治见解，在台湾呢比较自由。对，其实我在2018年去台湾的时候，有人拿台独的旗子出来，是吧？出来发。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我去台湾。在台湾的西门町，我就看到有台湾独立建国这样的标语，但我知道它是代表台湾不同的观点，因为台湾这样的政治见解很丰富，它有支持不同的意见的，有这样的也有另外的，对，他们写实实在在做独立，要气死习近平。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那李大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刚才你说基隆那边呢，他有人抗议想罢免立委，对，你看这个现在为什么要罢免立委？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他在发。哇，这里好吵，所以有时候听不太清楚你的声音，不好意思。没问题，我再问一下，就是李大哥，他现在是说要罢免一些立委，
那为什么要罢免立委呢？你看这个画面有没有一个罢梁联署站？有没有？罢梁联署站，什么叫罢梁呢？那个梁就是谢国梁，就是刚刚说的基隆的立委。哦 ，OK。哦，市长。对。啊，然后这边有一个，我是新竹人，我藐视国位，有没有？就是那个标语越来越多样化。对。他们为什么要罢免立委 ？Eric，为什么罢免立委？就是假如他们今天真的3读通过的话，那当然下一步要么就释宪，要么就可以罢免立委。罢免立委重选的话，就很有机会让国民党不是变成，就是他就不是多数了。对，对，所以因为台湾最近已经有好几个罢免了，包括韩国瑜就被罢免掉了。对，所以在台湾已经有这种经验的啦，就罢免并不是那么不可行，你知道吗？是。对。那么罢免的话，对阻止法案有帮助吗？现在？当然有帮助啊，他们立委当然也害怕，哇，那个牵涉利益太大了。因为第一个本身他如果被罢免的话，那他的政治前途可能说不定就完了。那再来就是说，整个国民党在国会占领多数的这个局面也会被整个翻转的。对，所以会对他们今天通过3读构成一定压力。对，会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个是这个，你现在看到画面看到有一个宣传车，有没有？看到了。那个宣传车是台大的学生弄的，他上台，我记得24号的时候上台都是跟台大有关的，有台大毕业的，还有国外，台大毕业生都有，就是他们轮流上去讲。像现在有一个穿红的衣服要上去了。我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他高中生。这还是个高中生。你看这个看上去就跟今天那么早，可是已经跟上一次8点以后的人潮一样多了。那也就是说，现场有可能就早就超过10万人了。艾瑞克，现在我听不到你那边的声音。现在现场呢，可能声音现在声音恢复了。好的。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山南路，然后上面呢有很多人已经聚集了。那艾瑞克告诉我们呢，现在聚集的人数早已超过他在5月24号去参加现场活动时的同一时间的这样的人群的数量。那么在现场搭的这个车辆呢，是台大的学生搭的，但是有不同的人可以上去讲话。好的，艾瑞克，那您继续往前走。对，我继续往前走，这里完全没有办法。哇，今天的，我跟你讲，今天的场面比24号更热好多。对，就是说，他跟那个在这里的观众的互动，比上一次要强太多了。对，而且人数也更集中。我觉得，你看看，你看得到吗？我们没有容不下其他的声音，但是请就事你看，讲事实啊，讲事实啊，谢谢多的造谣。大家在现场都喊口号。这个就是台湾的民主啊！对，大家可以自由的上街发声。你可以看到我的画面照过来的都是年轻人，真的。对，都是年轻人，很少看到年纪大的，很少。也有一些30-40岁的，40多岁的，我看到。然后他们都是台湾的主流社会啊。对，然后他们一直。就是国民党一直讲说，是那个傅崐萁一直讲说，这个是民进党去发动的哈。那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抗议的民众来讲，他们听了会更火大。是。对，因为这明白全部都是自动自发的哈。你看这里，对，这里又一个旗子，你看终止2战。这个更厉害，自觉建国，它代表台湾不同的政治声音，对，并不是代表所有人的这个
对，是自觉但是现在呢，建国哇。随着中共的咄咄逼人，我知道台湾更多人寻求这种更独立的意识来抵抗中共，对是有这个趋势，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今天，上一次完全没有，上一次完全没有台独的这个标语出来。你看这个摊位哈，这个摊位是一个小女生在写书法，就是她即席写标语，让大家来索取。哦，对，她这个很厉害，现场写，你看这个现场写的啊，负心汉，负心汉，这个指的是傅昆萁是吧？对，傅昆萁。花莲王。至少没去我就不知道，至少没去是什么意思？至少没去是什么意思？啊，至少没去是在讲什么？讲那个民众党的麻辣要吃，然后怪人家没有梅子粉呐，他烤梅子粉要吃麻辣，那时候了。现在是拿了一个麻辣吗？我也听不太懂。然后说什么没有？对，他现场有不同的隐喻哈。你看这个需要非常了解现场情况的才可以。商女不知亡国昌，隔岸犹叫昆萁花是吗？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当代吕布我就不知道。我们可以往前走了。当代吕布指的就是父亲哈。他投靠3个主人嘛。这里真的有的政客呢，他的变化太大，而且呢，完全背离了当初自己的政治意愿，在台湾引起非常大争议。我说的是谁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他说改在济南路，不是舞台改在济南路，怎么还在这里？这是第2舞台。第2舞台，第1舞台在那边。OK。这里是第1舞台，你要看一下。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是青岛东吗？对，这里是青岛东，就是5月24号的原来的这个舞台在这里。对，可是人都一样多啊。我们有必要往里走一走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必要往里走走吗？还是说走到下一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往里走看，好不好？往里走一下看看，很快速了，好不好？好的，没问题的啊，快速看一下。这边还有很多的公共卫生间啊，都是考虑的很周到。对啊，那边是我知道是医疗站，还有一些物资发放。就给现场的一些人可能发水啊，发一些像雨衣是吧？会有这种情况。对，就是然后还有妇幼的关照站啊，这都是很齐全的。前面这个摊位，就是在发这些料的之类的哈。对。我跟他要都是民团组织自发做的，对吧？这要一个。你看我要了，马上就给我了哈。对，大概就这样。那往前我看就不用了，让你们。行，我们往回去吧。我们往回走看一下现场人群。看那个第一现场，因为我第一现场我也没去过。行，我们去济南路是吧？济南路是主会场。对，来你看啊。这是黄国昌。现在黄国昌被很多人讨厌。所以制作了各种讽刺他的画面，我最近看到很多呀。对，你就真的这样子借着镜头看实际的状况，多少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气氛。对，非常感谢 Eric 能带我们在现场这么逛一逛，就像我们在现场身临其境一样。是啊。那么这个法案估计是大概率通过哈。那根据您掌握的情况，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台湾人会怎么办呢？他们怎么样？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台湾人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怎么做呢？因为现在我的理解是，我的猜测是会更激烈的反应。绝对不会。因为我看到，是的，绝对不会罢休。因为非常明确的，我可以告诉你，非常明确的是，今天确实人比5月24还多，而且现在才6点多而已。才6点多就已经这么多人了。比多更多，因为他那个战线拉长了。
他战线他长。OK， 我要往那个，你好的，看这个我们继续往前走。从那边过来的人，你看台大医院。哦，这里就台大儿童医院。我们在后面。而且他们说，就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们这里很厉害一点，就是说这么多人集中在这儿，可是我们的交通都没有被阻碍，就大家非常的自治哈，就说明大家很有秩序嘛。对，其实蛮成熟的，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民主素养其实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个是台大，有没有看到台大医院儿童医院？有没有？对。这里我们要去主战场嘛，主要的舞台。你看对面现在天色渐渐暗下去。对，你看对面哦，我让你看对面的整条路的状况，从那个源头，刚刚我们讲监察院那边，然后一直过来，对面整个都是满满的。对。然后现在正对面也是有一台小车，上面有人在演讲。哦，我看到我们走错了，我们的那个就对面呢，在对面，对。左前方那里。那您就是到那个路口再过马路了，只能是。好。这边他们也是在看对面的抗议啊。对，在对面看。可是一路反正都还是人潮都不断了。是。人潮都不断。太辛苦你们了，还要举着镜头要走这么远。不会，没事。你没有突破我们我也是会到处看。如果现场有什么有趣的标语啊，或者是人呢，您都可以给一个特写啊。这是日本语啊。烂葱退散，是不是叫大家也不要冲立法院？我1月份去台湾观选嘛，我今年1月份去台湾观选，我有走过多次这个中山南路，包括去立法院参观。也都在这个地方逗留过，就感觉记忆还是历历在目。对了，这个就是对了，济南路我看到了，对，上面那个路标写济南路有没有？到了主会场啊，这地方就是现在有热闹，电视荧幕那里就是，对，要过。是，我现在要赶快过去，因为。你看，反正这里整个区到处都是人呐。对。正好看一下这个，有很多台湾朋友，我估计也没有到现场看。可以借助这次机会，借助您的镜头，带大家看一下。他开的第2个战场就可以分散。是把人分散，不然因为我们这个动线很长，你知道吗？对。人如果没有集中的焦点的话，就会容易失焦。来，您的镜头呢，就是在转的时候尽量可以慢一点，不然的话会晃动比较厉害。没有讨论就是黑箱。你想问他们吗？我怕这里太吵，你想问他们吗？可以啊，就是他们是在抗议什么呢？这个当然了，我就说想问他们具体是报道，这是北美的连线报道，你想要讲什么吗？你说你想要问他们吗？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们在抗议什么，然后他们可以讲一下。你往前。虽然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初级，但是我在抗议国会，可以从此开始，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这个人。可以问中间这位，其实都可以了。对，你们在抗议什么？你们目的是为了什么？对，来这边的目的。我问一下吗？是我们的立法院在做一件没有经过实质讨论的很多项的法案，然后它会侵害到我们。不只是政府的人员，还会扩及到所有的企业、军队，甚至一般人。
他都可以非常的恣意的在被我们的立法委员，他只要经过非常少数的立法委员就可以被叫去立法院，然后甚至可以就是超越了司法或者是监察一些的权利。那立法权其实已经是过度扩张了，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有违反我们的基本的权利。那你觉得这么多人来是被号召来的吗？如果有钱的话，我希望有钱呐，但是我没有拿到钱，钱在哪里？傅昆萁要给我钱。谢谢你啊，好，谢谢啊，谢谢。现场很难往里走啊，人群比肩接踵。天上掉下来。现在已经走不动了。一不小心。是，很难发现。今天我们在座所有人为什么要来到立法院的原因，对不对？现在是他们有大舞台上的人在讲话，是吧？对，现在有一个声音很大。对，现在有一个人在上面讲话。主舞台的方向在哪儿啊？你看这个是高中生啊，是吧？我是高中生。然后下面第二句是这个我有看到啊，我藐视国会。对。你有想要听他们讲什么？不过这里太吵了，这里太吵了。你看这里整个满满都是人了。对。工会的理事长、资方的代表，在现场我们往下走。会议，很多年轻人啊，真的不少是学生，都是年轻人，就能看到台湾的这样的希望。对。从头到尾拒绝讨论这件事情，非常夸张，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伪君子退散。哇，这哪里是号召来的啊？拜托。你从刚刚看到现在，你看都是年轻人。是的。好，这里全部都是站在这里听他那个听演讲的。笑死了！国昌麦片修正动议最高机密。各位大家好。现在人群还不断往里走，估计到再晚一些时候是爆满的。一定，因为现在还有，现在才不到7点，就是台湾通常7点下班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还有很多人没下班，所以这么多人就表示这些人都提早来了，可能就请假了。对，而且都自发的。对。5月24号的时候，现场是晚上9点半宣布有超过10万人，但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天没有黑的时候，现在就早就超过10万了。那就等着大会宣布最新的人数啊。谁是下一个背叛民主的人？本不会滥权。你可以沉默啊，下面但是。巴拉巴拉。做人不好吗？为什么要断章取义？这些标语都是他们自己写的呀。对啊，很有意思。他们自动自发做的。是。这个台湾光复会不会有一些在现场捣乱的呀 ？Eric， 台湾建国，绝对不要太让他们单独得逞。那我们就要知道，现场会不会有人在那捣乱呢？不会，我在5月4号看的没有人捣乱，因为他现在捣乱的话，根本就是找自己的麻烦了。但是这同时可以看到台湾民主素养的成熟，因为不会有人做这个事情啊。你看这个小女生，我是担心有一些人呢，他会搞一些升级局势的标语啊，或者什么样的，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这。但是这也恰恰反映了台湾的言论自由。你看这个小女生，民主社会的大家都公平发声嘛，谁的声量大，那谁有道理。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幸福。青鸟行动。日本人？不是。我以为他讲日文，我也是。Eric， 您猜错了。
那可以采访他一下吗？可以采访一下刚才那位，您认为是日本人的吗？你等一下，对对对，啊，台湾话字是台语。哦，他们我们这是跟北美连线，你愿意讲几句话吗？请问你是哪边？就是北美的，你看一下，这是北美连线。您的那个镜头可能得往上抬一抬，对着。现在人在纽约。你是哪一家媒体？没有，现在有名哪一个是媒体？大宇新闻拍案惊奇。对，大宇新闻拍案惊奇。现场民调听到过吗？有听到你问他意见。对啊。对。好。您的镜头可以抬高一点。他不愿意，没关系。不想分享。没问题，往前走。对啊。我们是现场直播，一个长镜头。就套一句你刚刚问的问题啊，他们可能也怕会不会是中共假装的。这里有一排，明白。对。有一排警察，有没有？他们在维持秩序是吗？就怕有人这个。然后我看台湾的警察还是很有理有节的。对啊，起码目前为止看到是这样。你看啊，这整排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标语。这个击败的。民主啊，它画到了一个青鸟上面。其实原来推特的标志就是一只青鸟。刚才那位一个年轻人他画的那个标志很像以前推特的那个标志。对啊。还有在，看这个是还有在一大堆的这个算是。上次我好像有看到他们有出售这样的，就是抗议标语啊，抗议的一些小纪念品啊。进不去。它倒不是纪念品了，就是说像一些表达共同理念的一些文字，它给做成了一种标章啊、徽章啊，给大家佩戴啊。那现在您是往什么方向走？我往刚刚那个第二现场走。第二现场刚才济南路是进不去是吗？对，刚刚那个济南路是新的，他们叫第一舞台，然后我现在是往第二舞台的方向走，反正走到哪里都是满都是人呐。对，行。今天的人潮今天的整个动线比上一次拉长了。然后呢，人更多。因为我上一次5月24号我是7点半左右离开，他们说8点半左右达到人潮最多，但是我7点半的时候人已经非常多。那今天时间7点还没到，就比那一天我离开的时候人更多。对，而且我听说台湾一共有15个会场，今天，不只是在对台北。我看在新竹也有，新竹的竹北水镇森林公园，还有新竹的火车站前广场。其实呢，新竹就有2个场地，那台北也有另外一个场地。其实，除了立法院，还有一个叫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他们的一个活动，就是青鸟行动现在遍及全台，台北、新竹、苗栗、台中有3个场地。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还有澎湖都有了。所以说，整个这个行动是遍及全台，遍地开花。对，他们比上一次规模更大。我听那个八炯说，八炯今天的直播，他有讲说，他原来听说花莲没有要连线，他就没有要一起做，他就说哇，怎么可以赶快打电话回去。结果很快就把花莲组织起来了，就这样。哎呦，真不错！花莲我看到花莲人嘛，傅昆萁是花莲人嘛，所以他觉得花莲怎么可以在这场那个活动不可以缺席的。对啊。因为上次就有花莲人出来抗议嘛。那么我看到花莲的抗议场地是时来运转喷泉，他那石是石头的石，时来运转喷泉在那里进行的集会抗议活动。OK， 我就不太清楚。是的，而现在大家就主要很担心，一旦法案通过之后，那么台湾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抗争？那除了大家可能要
罢免一些立委哈，因为有很多立委他不是说马上能罢免的，可能要到1年之后。部分区立委听说还无法罢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台湾人其实能选择的非常及时的有效的办法很少，所以说可能有一个大法官释宪，对，这是一个比较大家期待的，也是可能很少的几个解决途径之一。对呀，你看我现在都几乎走不太能够走得动了。对，现场人真的是塞满，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啊。对啊。那我们的直播连线差不多可能也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整体的情况。那么刚刚呢 ，Eric 还有 Frank 他们一起啊，从会场外的，等于是那个是青岛东路的外围，然后走到了青岛东路，然后又走到了通过中山南路走到了济南路。现在这条是中山南路。现在呢，他又往回绕啊，整个把现场一圈都给我们看了一下，但主要是外围啊，并没有走到济南路主会场的核心区的那个地方，因为那里面太难走了，我相信他们是走不进去了，所以只能是走不动。对，现在已经我是完全走不动了。对，都停在。您可以把镜头往后拍一下吗？拍您的身后。对，看一下后面的人群。对，可以再举高一点吗？相机有可能举高一点吗？有人还拿着太阳花。最后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叫青鸟行动。因为5月24号的时候，大家去抗议嘛，但是呢，发现大家呼吁抗议的这个集会地点在青岛东路。那写青岛东路的时候，大家就说青岛行动嘛。可是呢，在 FB 就是脸书上，在推送的时候，发现这个整个推送的流啊，它是被限制的，所以大家就说可能是脸书被中共渗透，亦或是什么原因，他就不去推送。那么就改了个字叫青鸟行动，就把这个岛字啊改成了鸟，恰恰的也能表达大家现在的一个心情。所以用青鸟行动代替了青岛行动的这样的口号，现在推送呢可能就会更顺畅一些，那么就更多人呢来参与集会。那非常感谢 Eric， 非常感谢 Frank， 那今天的连线呢可能就到这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大宇拍案惊奇，我们接下来呢会为大家不断的更新有关台湾立法会这样的它的扩权行动，其实我叫夺权了啊，一些更新的进展。更多显著的东西呢，会在节目中啊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 Eric， 非常感谢 Frank， 感谢你们。再见，拜拜，再见，也祝台湾的抗争行动